小兔崽子！给我3次勾拳。 KO。泰国百胜拳王在比赛过程当中疯狂吐舌头蔑视中国小伙，结果下一秒惨被乱拳打断舌头，当场猝死擂台。他是泰国百胜拳王兴当，号称是全泰国有史以来最硬的男人，有着超过300场以上的作战经验，来华8年，豪取24连胜，未尝一败。你可以看到他这一上场啊，哎呦，这也是泰国人特有的肤色啊，黑得发亮。那么在赛前呢，这个兴当也是疯狂挑衅，我来华8年未尝一败，你们中国人难道都是吃屎长大的吗？如果让我说啊，你们在擂台上见到我，最好是磕头投降，我还可以让你们活着走下擂台，简直就是嚣张至极。我们的中国小伙胡正听说了这个兴当的嚣张挑衅之后，决定霸气迎战，好好看一看这个兴当到底是肉做的还是铁捏的。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比赛正式开始。我们可以看到红方选手我们的中国小将胡正，而蓝方选手则是泰国百胜拳王兴当。双方一开始啊打的就这么狠，看来都带着怒气啊。我们胡正的话很好理解，对手侮辱我们中国人这个兴当打这么猛，不知道因为什么啊。好，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胡正也是特意拔了一个罐啊过来对抗这个兴当。兴当还是老练。那么这个兴当呢，毕竟是号称啊泰国最硬的男人，有史以来最硬也就是说他这个抗击打能力比泰国的罗唐啊、波球啊都要强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让我们的胡正好好的来看看这个兴当的分量。我们的胡正呢也是外加功夫的一名弟子，所以说练这个硬气功很厉害据说徒手劈砖一上午能劈200块真的是很厉害了。好的，双方再一次对拼。这个兴当多少是有点小脚不干净可以看到裁判刚才是阻止了2个人这个兴当多少是有点搂抱中不停的起膝。是早几年兴当曾经在比赛中让他的对手防守的一条手臂直接断掉，好狠！由此可见他最硬的这个称号绝非浪得虚名。好的，面对成名已久的兴当，我们的胡正并没有害怕而是不停的在比赛一开始就迎击对手打的还是很精彩的。兴当也是不停的后撤，打这个后手反击漂亮抓单腿，逼到篮边是一个很好的策略打泰拳选手不要在中场去打很吃亏。说得好。好，要继续贯彻自己的压迫性打法，但是兴当的这种高扫也是非常快、非常冷的。胡正现在一直死咬。好的，连续的组合拳，我们的阿正咬的还是很死的。打泰拳选手就是要黏一点，不能给对手太多的机会和空档，不能让他思考。这个泰拳选手一旦思考这个事情就会变得很麻烦，对手就会变得很强。比如说我们的中国泰拳王世界冠军邱建良。好，继续连续拳法的输出。胡正也是看得非常的准。好的，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这个双方打的还是很凶的兴当呢有点小瞧我们的胡正了，可以看到比赛一结束呲个大牙，乐得很开心觉得我们的胡正小将自己只是在陪他玩而已。但是您可以看到在第一回合的时候，我们的胡正打得很凶的，是没有给兴当太多机会的。可以说虽然年纪小，但是这作战经验可不少。好的，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回合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好，继续。好，继续的密集拳法进攻。加特林一般的拳法。
我觉得兴当目前是有些膨胀啊，也可以看到不停的对着我们的这个胡正保持微笑挑衅。觉得小伙子打得很不错啊，但是跟我老将相比还是差点意思，这种意味很明确啊。我们的胡正也是越打怒火越盛，这个进攻欲望明显是比第一回合还要凶了，不太给兴当这个喘息的机会。摆拳呢没追上啊，没追上。好，胡正的拳法从各个点、各个面去击打兴当，轰击兴当的头部，轰击兴当的躯干。但是兴当作为被称为最硬男人的战士，他的好的，我们的胡正也是在不停的挑衅这个兴当啊。兴当这个节奏被我们胡正彻底打乱了，有一些不知道该怎么打了。这个遭遇小鲜肉的对决，这绝不是。我现在就担心胡正的体能。因为你像这种高频次的轰炸机般的打法，其实对体能还是有着非常高的要求的。那当然了。我们胡正这个身形优势其实跟兴当来比的话，也确实是势均力敌。兴当也是找不到什么太能占到便宜的地方。也可以看到双方只要一搂抱，兴当就起膝。这个多少是有点泰拳选手这个后遗症因为他们这个规则里，这个互相搂抱的话还是可以起膝的。意识是非常好的，吃到对手的进攻马上进。好的，第二回合比赛正式结束。这个第二回合我们的胡正依旧是保持了一个很高的水准，这个进攻还是非常的凶的，没有给兴当什么破绽，也没有给兴当什么喘息的机会。所以说兴当被逼到拦脚的这一瞬，确实打得很不舒服。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回合，我们的胡正跟对手兴当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精彩表现？一些伤害甚至是困扰。没错，而且两个人你看拳脚相加，打得对方那个火花四溅。对，对于胡正来讲，这场比赛太重要了。不光是为他的师傅复仇，还有更重要的一个点。那么来到第三回合，双方选手这个体能消耗也是很严重兴当打的也是有一点气喘吁吁的。但是胡正很明显，这个怒火吊着身子，依旧是不停的挑衅着兴当。推开，好的，对于年轻的选手而言，真的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平时再多的，无论是训练技巧还是理论知识，都不如上擂台来一场实战。而且是跟经验这么丰富老道的兴当大叔对决，是一种享受，是一种释放。兴当的体能消耗很厉害也是转为这个被动防守了，不停的跟我们的胡正拉开一个距离。作为一个泰拳选手我终于看到兴当出脚了，多少是这场比赛出脚频率有些慢，好的，反应力很快咱们平时遇上喝酒的酒友，赎罪。你甭管打他多少下，他都是这德行。对，甚至他的面部表情表现得非常放松，更甚至还带着一丝戏谑就让你看着挺可气的没错，但是呢，你面对他的这种满不在乎的这种挑衅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对，连续的重拳，这个兴当真的是扛揍。我们的胡正这个连续的进攻没有对他造成什么太大的效果。我的天哪！我这刚说着话，一记重拳将对手干挺。这真的是让我没有想到一记重拳，他为他的师傅完美的复仇，他击败了兴当。胡正，牛逼！好的，让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的精彩瞬间，连续3拳重击对手的下巴，但是并没有对兴当造成太大困扰，可以看到吐舌头然后我们的胡正也是一脚，然后接一个后手的重摆，直接将对手干挺，太酷了！不愧是我们的中国小将胡正，竟然击倒了号称比波球和罗唐还硬的泰国最硬男人兴当，百胜拳王。
好的，让我们恭喜我们的胡正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偷袭！注意看，嚣张的韩国狂徒竟然背后搞偷袭，妄想掰断中国小伙的脖颈。无论中国小伙如何挣扎，这个家伙就是死不撒手。在被现场工作人员强行拉开之后，这个家伙竟然得寸进尺，把鞋扔到中国小伙的脸上，完全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但此人的嚣张已经不是1天2天了。曾在一场比赛中完全无视裁判的劝阻，疯狂殴打中国选手，直到中国选手当场休克致死。这嚣张恶徒就是韩国选手朴不进。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非常精彩、非常解气的中韩对局。好，我们注意看眼前正在出场的选手，哎呦，这穿的什么东西？这身衣服看起来呢是相当的晦气，好像是这个寿衣。
才有可能。注意看，这个中国小伙比邱建良还猛，一拳直接干废美国拳王，出脚直接将外国选手吓得站都站不稳，3拳打废外国拳王3次，让老外当场哑巴呆住。他就是来自于中国的张成龙，20岁却创下了42战35胜的战绩，可以说是相当的辉煌。好，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是为您带来一场非常激烈的中泰对决。那么蓝色裤衩的这位便是今天的挑战者，来自于泰国的辛马尼啊。那辛马尼是一名非常恐怖的泰国选手啊，他的这个战绩是相当恐怖，达到了300多场，这可是300多场啊。那么来自于咱们中国的张成龙才仅仅打了40多场比赛啊，42场，那么30胜的这么一个记录，胜率可谓是相当高。但是和对面的这个来自于泰国的辛马尼一比啊，这个战绩可以说是相当的少啊。那辛马尼是相当恐怖的一名选手啊，打了300多场拳赛啊，那么他的这个经验啊也可谓是相当的丰富。那么这一次他要剑指咱们中国拳坛啊，因为他在这个泰国啊已经是几乎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了。那么这一次挑战咱们中国，也是要把咱们中国拳坛啊，号称要把中国拳坛踩在脚下，要把咱们中国的小了啊，中国的功夫全部扼杀在泰拳这个下面啊，让这个中国功夫在泰拳面前啊要叫声爸爸。这个宣言可谓是相当嚣张啊！我们的这个小伙，这个年轻气盛啊，张成龙是一下就不服了，直接站出来要这个对决这个辛马尼。可以说，这个张成龙的这个技巧是相当不错，一上来就给这个辛马尼来了一个击倒。可以说这个给辛马尼人都打懵了啊！辛马尼让裁判叫半天才缓过来，哎呦，这一拳给的干净利落。哎呦，这是怎么回事？这是直接击倒。我们可以看一下慢动作啊，右下角的慢动作，这一下是直接击倒啊！可以说这个给辛马尼打的是相当不服啊，连续2次击倒。不过可以说辛马尼啊也不愧是世界级宗师级的这个拳王啊，2次重拳啊砸在脸上，基本上就跟没事人一样啊，非常恐怖的这么一个防御力。那么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一下双方选手到底谁能赢得最后的胜利。那么咱们中国初出茅庐的这个张成龙啊，和这个来自于泰国的这个宗师级拳王对决，到底谁能赢得本场比赛的胜利？表现惊艳的表现这个辛马尼啊，好像还是从这里还没有这个活动开啊，上来之后被张成龙重击2次，能否扛过这一局？我希望这个张成龙啊，尽量不要给对手机会啊。是的。哇！现在张成龙把这个辛马尼逼到拳脚。辛马尼不愧还是这个比赛的经验很丰富啊。对。看得出来整个的这个状态啊，有点恢复过来了。对，但是辛马尼今天的防守漏洞比较大。漏洞比较大。对。我们知道辛马尼有一个前手摆拳啊，杀伤力很强，但是张成龙今天正好也是反架。也是利用前手摆拳，双方同时出前手的时候，辛马尼的左手是往下拉的。你看再次。一定要是跟对手拼这个左手，对，因为从基本技术细节来讲呢，张成龙的手啊，防守还是出拳的同时防守比较严。好，那么第一回合战斗结束，哎呦，相当精彩的一场比赛啊！那么可以说，咱们中国的张成龙啊，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是一个非常黑马级的选手，在这个战术上选择都非常的这个漂亮。那么老一代拳王啊，辛马尼对战咱们中国的新生代啊。张成龙啊，这场比赛可谓是相当有劲啊，相当带劲。这场比赛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于泰国的这个辛马尼到底能不能将中国拳坛踩在脚下？我感觉是悬啊，咱们中国功夫可以说是博大精深啊。辛马尼想要贸然踏破咱们中国拳坛啊，可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啊。虽然说他是300多场的恐怖这个选手。好，那么第2回合马上开始，让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第2回合。读秒辛马尼，但是正如我刚开始说啊，辛马尼在峨眉传奇擂台上几次这种逆袭，对，几次复盘，几次逆袭，都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被对手连续重击的情况下，对，终结对手的。是的。那么我觉得张成龙还是不能太过于大意啊，一定要还是稳扎稳打。是张成龙在第1回合的表现，可以说是他在2017整年的表现的一个缩影。对，真的是惊艳中国拳坛。好，可以看到辛马尼作为一个300多场的老选手啊，实力还是相当强劲的。
居然是将我们的张成龙啊压制的有点难受。这边直接抱住袭击，当然很明显这样规则是不允许的啊。哎，在这个300多场的老魔头面前啊，我们的张成龙还是略显稚嫩，但是我相信他仍然会夺得胜利啊！咱们中国人就好创造奇迹。我觉得今天张成龙从技术上来讲啊，辛马尼打前手的时候，自己的左手是这个空当很大。好的，这边腿部击中，漂亮！张成龙的这一脚非常不错，抓住了一个空档。辛马尼居然是没有反应过来。好的，这边继续对攻。可以看到我们的张成龙现在是围绕一个龙边在打，啊，在这个牵制啊这个辛马尼。不是了，那么辛马尼在后面的2局比赛当中，除非给张成龙造成读秒，对，同样的读秒，或者是 KO 才有可能胜利。哎呦，这边张成龙的拳头相当猛啊，一拳直接给辛马尼当场击倒。辛马尼已经是被连续击倒3次了，这个300多场的经验丰富的选手被我们的初出茅庐的张成龙啊，仅仅40场的张成龙啊是大败啊！这个张成龙连续3次击中啊，都是直接将辛马尼击倒。辛马尼这虽然是能防得住，但是面子上也挂不住。无论他抽到跟谁对阵，我相信所有人的战略体系他都是了解的非常清楚了。对的，不然的话他不可能这么精确的抓住辛马尼这个技术上的漏洞。还是要缓一缓啊，不要着急。在后面的机会，我们看辛马尼还是这个手放得很低啊，我觉得还有机会抓住他左手的漏洞。哇，又是一下，再下晃了。哇哦！辛马尼这场比赛可以输，但是以这样的连续的读秒，哎呦，张成龙这边甩开膀子就开干啊，漂亮！连续的进攻把辛马尼压制到龙边啊，情况对于辛马尼来说不太乐观啊。辛马尼在被连续的击倒这个情况下，已经是心态啊，已经是微微有点，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有点着急了。现在是贴着这个张成龙在打，而我们张成龙是拉着啊这个辛马尼在打，辛马尼处于一个被动的姿态。好，那么第2回合战斗结束，我们继续来期待一下下一回合双方选手的对决。第3局。好，那么第3回合战斗开始，在被3次的连续击倒之后，辛马尼又将做出一个怎样的应对啊？他面对的是咱们中国的一名相当强力的选手啊，一个黑马。辛马尼的这个实力啊是相当强悍啊，是拳、腿、脚啊是无一不精啊，获得过多次金腰带，也是世界这个王者争霸赛的冠军啊，是个世界冠军。在面对我们的张成龙的时候啊，这个年纪较小的张成龙的时候，居然是吃了一个大亏。那么咱们张成龙实力啊还是不容小觑的。辛马尼这一次想要挑战咱们中国拳坛啊，看起来是有点危险啊，这个咱们说不太可能啊。一上来就是碰到咱们中国最大的一个黑马啊，咱们中国选手真的非常强力。3次读秒，这是所有人都万万没有想到的，甚至很多人都认为说辛马尼会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对的，在赛前大家的预测也是，辛马尼的这个获胜的面好的，这边辛马尼看起来是爆发了他的小宇宙啊，开始追着这个咱们的张成龙猛打。那咱们张成龙这边也是绕着龙边啊做一个拉扯，和张成龙保持一定的距离。我相信经过这一场比赛，张成龙的表现几乎可以用中国自由搏击新时代的这个领军人物。今年只有19岁。这边小将确实是今年给我们带来太多。好的，哎呦，这边进攻漂亮，这把我们的张成龙摁在龙边打，我们张成龙直接跑了啊！这也是一个36计的一种啊，这个打不过就跑啊，36计走为上啊，一举获得4人赛的冠军。对的。哇哦！看辛马尼现在也是想在这个不长的时间之内啊，想力求要终结张成龙。是的，这个对于辛马尼来说，他现在就比较心急。对。哎呦，这边张成龙被击倒，辛马尼的实力开始暴露出来了。辛马尼这个老将啊，还是宝刀未老。
这边疯狂对攻，人张成龙再跑，哎呦，再转一换一个位置，被摁在龙边打了。张成龙加油啊！张成龙这边，哎呦，辛巴尼这边连续的进攻有点让张成龙招架不住，张成龙这边被连续的撅倒，再被这个摁到八角龙边上，这边龙边的一个对决。我们张成龙这边稍显劣势啊！我们看到张成龙的一个战队哈，胜利人和今天都穿的非常亮黄色的这个服装，在场上非常显眼。哇！哎呦，好，时间结束了，那么回合结束了，那看一看到底是谁能赢得最后的胜利？双方谁也没有 KO 掉谁啊，但是这个我们的张成龙应该是可以获得一个点数的胜利，在开局3回合啊3拳直接击倒世界冠军3次啊，这足以让他载入史册。好，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来看一下最后的裁判宣判结果。好，那么裁判结果宣判，那么最终红方胜，咱们中国的张成龙获得胜利，击败世界冠军。你可以看到这位西马尼还是一脸不屑的样子啊，看不起我们的中国龙，但是毫无疑问，这一次他已经是击败了世界冠军，也是摧毁了对方啊，想要摧毁咱们中国拳团的希望。好，那么恭喜张成龙赢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希望各位点点关注，点点支持。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其实我也不喜欢打中国人，只是他们天生就欠揍。每一次看到中国人，我的拳头就会不听使唤的打上去，直到他们大喊爹我错了，我才肯收手。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是一场十分精彩的中日复仇对局，我们的中国小伙学野国大战日本拳王四岛响。相信你也听到赛前这个四岛响的嚣张言论啊，说要打到我们中国人大喊错了他才肯收手。我们的学野国也是霸气迎战，来到日本就是要干掉这个嚣张的四岛响。那么这一场比赛究竟是我们的徐卫国能赢，还是四岛响能胜？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比赛。也可以看到红方选手日本拳王四岛响，而蓝方选手则是我们的中国小伙徐卫国。那么听这个名字，你可能会感觉出一种很亲切的年代感啊，没有错，我们的徐卫国呢是一位红三代啊，他的父亲啊、爷爷啊都是这个中国军人，爷爷是老红军，所以说徐卫国从小也是，哎呦漂亮，这一记重拳直接将四岛响打倒在地，没有任何犹豫啊。那么我们的徐卫国也是从小啊跟这个爷爷在一块儿听爷爷讲这些故事，对日本人有着天然的仇恨。这一次听到四岛响这么说，也是霸气迎战，你可以看到他出拳很冷冽啊，必须是要把敌人打废啊，这场比赛才能結束。我的天哪，双方的这个比賽很花哨。おそらく効いて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ね。はい。でもここでも逆転する力、底力を倉島選手が感じますね。はい。さあまたして持ち上げ。那么四岛响呢，作为日本的新晋拳王，好的，我们的学国再一次通过重摆将其打倒在地，这已经是第2次将其击倒。这个四岛响啊，是日本的新兴拳王，目前战绩是一个8连胜啊，而且之前是在中国摆了一次擂台，连胜了3名中国拳手，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所以才能在赛前发出这么嚣张的言论啊。好，让我们回到比赛，可以看到我们学野国的这个拳打得很重，漂亮，日击抓得很稳啊。日本人、韩国人都很抗揍，但是面对我们的学野国啊，四岛响显得有一些经受不住了，抗击打能力开始变弱。この辺りも前に出た津島。まだ山本ちょっと効いてますか？効いてますね。はい。今も少しぐらつきましたが、ここで立ってられるのはすごいですよ。はい。表情を見ると。也不知道观众朋友们听到这个四岛响在赛前的嚣张言论啊，觉不觉得这个日本人欠揍？反正我是觉得这小日本子不揍不老实，最好是能一天打他们7、8顿，让他们知道什么是人，什么不是人，他们才会听话。山本選手の気合だと思います。寺島はサウスポーから左のハイキック、今度はミドル。好的，双方进入了一个对拼阶段。哎呦，打得很凶啊！
我们的学国也是马上游走。哎呦，我们看一下这个小日本子啊，比赛不老老实实比赛啊，总是玩这种下三滥的事情。可以看到踢裆踢到我们的学国，看一下具体情况。你可以看到这一脚也是结结实实踢在了我们学国的裆部，这小日本子就是故意的啊，不好好比赛，玩这种下三滥的。寺島も一度呼吸を整えて、ただじりじりと前には出ています。残り10秒の強振にはなりました。左のハイキック、寺島。最後前に出て左のパンチ、そしてインロを打っていったところで第1ラウンド終了となりました。好的，本回合比赛正式结束，双方在第一回合可以说打得很惨烈啊！哎呦，我们学国的这个鼻血啊都已经被干出来了。当然，对手四岛响也没有得到什么便宜啊，被我们的学国接连4次还是3次击倒在擂台上。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回合，我们的学国能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精彩表现？嵐のように過ぎ去っていった3分間。次の3分間はどうか。静かな立ち上がり。まずはリングのセンター。寺島選手はまず倒そうという気持ちよりもまず自分の展開を作るっていうところにシフトすると、彼の実力ポテンシャルが爆発できると思うんですよ。まあこうあまり積極的に。我们的魏国不是很着急啊，不停的游走，想打一个后手反击是有可能的。選手はつくのが非常にうまい選手ですからね。さっき試合前の山本選手のミット打ちをちょっと見てたんですけど、この打ち合いだ。之前的发布会呢，学国也是为我们带来了很震惊的一幕，他带了一口棺材，然后跟四岛响说，这口棺材不是为你准备的，就是为我准备的。所以说今天擂台上啊，必须是得死一个的样子。今このねリング上でもプロの戦いが2人によって繰り広げられてますね。お互いにキャリアというのはまだまだこれからという選手。寺島がプロ2戦2勝、そして山本の方は1戦1勝です。またスイッチしてから左、寺島が頻繁にスイッチから左のハイキックも出しています。寺島選手、哎呦，好的漂亮！我们的学国非常非常的厉害，这个破绽找的真的非常好啊。寺島選手は瞬発力の塊なんで、あと気の強さの塊ですからね。いや本当そうですね。まさにもうナチュラルボーンファイターというか、そういう印象です。まあ寺島は空手のバックボーンがあります。3歳から15歳までは空手。そして一度クラブ活動でサッカー部に入りましたが、その後18歳からキックボクシングを始めたという経歴になります。蹴り分けうまいですね。ローキック、カーフキック、前蹴り三日月。バリエーションがすごい引き出しがありますよね。四岛响呢，作为日本的这个新兴拳王啊，也不是无门无派，他其实练的是泰拳啊，但是泰拳练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吃不了那苦，所以说就不练了。后来又练了空手道，练了这个一气斩，但是都没什么效果啊。可以说这个人学得很杂，什么都会，什么都只会一点儿。スタミナ3分37で切れるようなスタミナじゃないって僕は思いますよ。もう非常に鍛えられている。寺島選手はお兄さんのこと見てますし、山本選手はねもうチームペガサスですからね。あと顔面に2発。山本ここにいや気の強さが見える寺島。残り10秒。お互いにリングのセンターを取り合う。今度は前に出た寺島。そこに左を。其实我们的魏国拳打得很冷啊，也是这种短距离爆发。好的，本回合比赛正式结束，让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回合比赛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全ては無に帰すのか、それとも最終の3分間が始まりました。青のグローブが山本陸、そして赤のグローブが寺島心。ダウンを奪っているのは青の山本です。左のミドル、ここも強烈。前に出た大きな右スイングしていきました山本。已经是鏖战到第3回合了，双方选手的体能消耗也确实都很大啊。蹴り
技はダサい。そこに右のミドルを切り返していった山本です。ただちょっとやはり寺島が前に出ましたね。パンチと蹴りのつなぎ方やっぱりバリエーションがあるから素晴らしいですね。寺島選手はちょっとカウンター気味にもらってしまいましたが、それでも前に出るこの気持ちの強さです。其实四岛想的拳啊，已经是打得有些犹豫了，体能跟不上，而且貌似来看的话，我们魏国的状态相当不错，本能的就会后退。足の蹴り技の蹴り分けですね。ポイントでミドルと三日月蹴り、当たってるはずなんですけどね。あっと右や捉えたか、いや捉えていないか。今のバランスがずれてると思います。はい。さあ少し。注意が与えられました。好的，四刀想鼓足勇气跟我们的雪月国打一波对拼啊！但是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力道已经是不重了，没有什么状态。漂亮，一个连续的追击。寺島の方にも顔面にダメージは見られますが、まだまだここから取り返すという気持ちの強さ、前進。山本選手はね、気持ちの強さもあるし、打たれ強さもあるんですね。打たれ強さも。はい。今もね、ショートの右、寺島選手みたいに当たったんですけどね。はい。しっかりグッと耐えましたから。さあ山本。さあちょっとお互いに手を止めて相手の機会を伺っている。我们的魏国呀，这个战架已经松下来了。可以看到，对于战胜对手也是非常的有信心。まだまだどちらのチャンスはある。決着つけるチャンスはまだまだありますね。寺島の最後の爆発はあるか。一方の山本も。さあ残り時間が少なくなっている。時間が止まりました。残り15秒切りました。さあ寺島が前に出る。さあ苦しい時間帯。ここから一気に。哎呦，四刀想鼓足勇气，开始跟我们的雪月国互拼，漂亮！被我们的雪月国一记重磅击倒在地。哎呦，已经是被打休克了啊！可以看到我们的魏国很开心。让我们恭喜我们的魏国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いや最後もう覚悟を決めて寺島が一気に前に出ましたが、最後左ですか。左ですね。寺島選手が思いっきり振りに行ったからこそ、上がっていた顎をきれいに打ち抜きましたね。はい。いや前回の試合が。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下的防守做得不好。放弃了。21岁中国小伙过于凶猛，数十记砸拳干废菲律宾拳王。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是一场十分精彩的中菲对局。菲律宾拳王爱德华·凯利大战您眼前的这位中国小伙谢彬。那么这位谢彬呢，他是前身摔跤运动员，后来转战 MMA， 地面作战非常的强劲，可以说是我国少有的地面摔跤手。而您现在看到的这位就是菲律宾拳王爱德华·凯利，他还有一个哥哥叫埃里克·凯利，这两个兄弟呢在菲律宾都是相当的厉害。那么爱德华·凯利是一位拳脚技术娴熟的散打高手，并且保持着 ONE 冠军赛羽量级最多的出场次数和最快的 KO 记录。那么这一场比赛可以说是龙争虎斗彼岸花，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具体结果如何？第一回合比赛正式开始。可以看到身穿红色短裤的就是菲律宾拳王爱德华·凯利，而身穿黑色短裤的则是我们的中国小将谢彬。比赛的场馆已经是来的几乎是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办公。这个凯利的进攻欲望还是很强的，不过我们的谢彬反应不错，而且防守做得还很好。哎呦，漂亮抱摔！看一下能不能拿到这个凯利的正位。这个凯利的反抗很激烈。打死脚呢？在谢彬的过去几场比赛当中，他已经是有过多次打死脚降服对手的经历。可以看到地面作战凯利还是很娴熟的，对我们的谢彬使了一个断头台，这个位置不太好，做打死脚的话有一些困难。
做美式肩锁的降服的机会，所以谢斌很从容的赶紧通过身位转换绕到对方的身后。哎，哇，谢斌看上去没有受到太多比赛环境的影响，整个人还显得非常的冷静。没错，漂亮，拿到了一个凯利的背位。那么作为 ONE 比赛呢，这个我们的谢斌啊也是第3次参加啊，是 ONE 很年轻的一位选手，很多规则呀，还有很多的这个技巧啊，还不是特别娴熟。但是这场比赛，观众朋友们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面对这个凯利啊，没有丝毫的害怕。和臂展优势没有之前楚亮吉那么明显，但是依然非常棒啊！他的臂展可以说非常的恐怖，他的臂展到了1.89米，比他的身高还长了6公分。是，这个接近于一个篮球运动员的一个臂展了。没错。当然，这个臂展呢，就是当遇到地面的好手的时候，做你的手臂的动作的时候，也确实会有更多的素材给对手。好的，我们的谢斌已经将凯利逼至了篮边。这个地方呢，凯利是没有多余的动作啊，可以破局。漂亮！我的谢斌感觉这个做地面的可能性不大，拉至中场。除亮谢斌这个恐怖的存在的话，到了羽量级，我们看看谢斌能不能够维持这个状态了。对于像谢斌这样这个20出头的选手来说呢，升级升重是一个。好的，再次单腿打地面，还是想做打死脚。我们的谢斌啊，一招先吃遍天，漂亮，打死脚已成，看看能不能控制住这个凯利。看这下机会，我们看这边的凯利不断的通过自己躯干的翻转来逃出角度，还是有机会继续做。我们来看，现在眉目良泽在等，现场的观众在给凯利打气。谢斌，两个人的劲力相持，哇，50秒钟的时间足够了。那么体能消耗有些大啊，但是这个爱德华凯利还是在反抗。第一回合比赛还有1分40秒左右，这个时间打死脚是够的。出氧量比较足，包括体能也比较充沛，所以说能够坚持比较久的时间。是，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凯利他的左手臂几乎没有想到有什么办法能够摆脱开谢斌的脚劲。哇！谢斌先松开。哎呦，小心！凯利这个反制啊做得非常的漂亮，拿到了我们谢斌的正位。可以看到这个凯利啊，在力量上确实比我们的谢斌要强一些，体能的话，这个两人差不多。都是愿意打地面的，深不可测。可以看到凯利是不太想跟我们的谢斌打地面了。起来，在过去这段时间的话，谢斌也是加强了一些站立方面的练习。哇，这下砸击危险！哎呦，小心！我们的谢斌不错，防守做得很好。我们的谢斌还是想跟凯利拖到地面去打，漂亮！这一脚，看看有没有机会。这个双方的比赛有一些焦灼啊！哇，站立防守，别说凯利的臂展也不短呐。对，这就是谢斌升重到羽量之后可能面对的问题。是，对方的身材条件、身体素质，包括体能，都会比过去一个量级有更高的一个进步。是，现场的观众都在叫着爱德华凯利的名字。谢斌不要受到影响啊！那凯利的话，我们看到刚刚这下可以看到我们的谢斌啊，这个身高比凯利高一些，臂展也比凯利长。这个打地面啊，臂展长的话优势很大。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回合比赛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回合最后时刻。这个第一回合啊，我们的谢斌还是过于年轻，面对这个菲律宾老将爱德华凯利的话。有一些束手束脚，在作战经验上也差一些。不过第一回合我们的谢斌打得还是很不错的啊。从防守来看的话，其实没有那个太劣势。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回合，我们的谢斌能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精彩表现。广的活动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尽管说今天晚上受到了菲律宾山呼海啸般的嘘声，但是中国力量是永远在一起的。好的，第二回合。双方打的还是很稳的，没有急于进攻。
这个我们的谢斌非常年轻啊，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他今年才21岁，真的是一名非常年轻的小将了。凯利现在打得很从容，他就想借谢斌出拳的一瞬间打对方的迎击。但谢斌呢，确实在战力击打方面可能不如。漂亮，又是一次很好的破绽，拿到了这个凯利的背位。可以看到啊，我们的谢斌也是使劲的绊腿。这个蓝边呢，凯利也没有太多的机会挣脱。这边呢，之前是一位摔跤的选手啊，但是我们不得不说，莱凯的防摔技术也着实不错，而且在地面的缠斗当中，他们的防守至少是做得很充足的。是。这个扣搭的有点勉强，只扣住对方一边的腿，比较勉强。两个人的这种相持，当然以凯利这样的年纪呢，在第一回合他能坚持的这种力量和时间，在第二回合未必能坚持。没错，到第三回合更不可知了啊！所以要来看一看双方。凯利的岁数相较于谢斌还是大了不少。如果是纯凭体能的话，我相信第二回合、第三回合，这个凯利都不是我们谢斌的对手。可以看到，在这一回合，凯利想挣脱就已经有一些困难了。凯利现在目标很明确，就是不让谢斌用对方的手臂绕过自己的脖颈。好的，回到站立，两人重新回到站立。漂亮，后手拳。谢斌呢，在过去一段时间也加强了自己站立方面的击打，因为他自己知道说，只有更全面，在这个量级呢，才有可能走得更远一些。你必须是在技术上面相辅相成，才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好的，再进地面。你如果真的只有在地面有威胁的话呢，你在站立方面，对方呢可以通过。看得出来，凯利这一次想要挣脱谢斌已经是相当困难了啊！这个体力消耗太严重了，一直在打地面。这个年轻就是好啊，我们的谢斌这个体力太充沛了，路会越走越窄。是，所以说谢斌我们看到他也是努力的在加强自己的站立。是。哇，这个画面似曾相识，就像刚刚苗立涛的比赛一样。没错，漂亮，这三个砸击不错，漂亮。爱德华凯利想通过迅速起身，但是谢斌继续把他控制在地面。好的一个连续的砸击，可以看到我们的谢斌还是很猛的，这个也是有一些过于急躁了，因为这一场欧文1比赛的话是谢斌的第3场，不是第4场比赛。他之前在欧文1的战绩并不出彩，急于在欧文1证明自己。漂亮！这一通连续的砸击已经是将凯利打得站不起来了。裁判已经暂停了比赛，过来看一下凯利的情况。伤病治疗时间，因为谢斌的连续2记的击打呢，重复落在了同一个后脑的位置上面。我们还要通过慢镜回放来更加确认一下。刚刚的击打是不是有一些违规击打的嫌疑？再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回放，裁判也是一直在观察有没有违规击打的嫌疑。我们谢斌啊，这个地掌拳打得非常的漂亮，这凯利已经站不起来了。让我们等一下裁判的判定结果。瞬间改变了一个击打的策略，是这场多不容易啊！而且这样的判罚就会显得有点勉强。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结果。Ladies and gentlemen,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3 judges have scor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technical decision,谢斌。漂亮，非常公正的判决，我们的谢斌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非常的漂亮，我们的谢斌果然是地面之王。那么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场上表现出的状态来说呢，都是一个写实的写照。KO。中国人的脑袋都是豆腐做的，我一脚就能踢爆一个
绝对不会手下留情。那么说出这番无耻言论的，正是眼前这个美国地下拳王丹尼尔·罗伯特。曾经在美国的黑拳比赛中，每3场比赛就要打死2个人，可以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没人敢当他的对手。这一次来中国也是嚣张跋扈，目前连续打赢了2名中国选手，而且都被他打成了重伤，因此是越来越猖獗。赛前更是放下狠话，你也听到了，称我们中国人的脑袋是豆腐做的。然而面对如此嚣张的言论，我们的中国小将腿法高手霸气出山，他就是中国小将王玉虎。今年23岁，但是练腿13年有余，10岁便开始练习腿法。他从小出生在农民家庭中，而且从小到大，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家里所有的柴火都是他用脚劈出来的，可以说实力绝伦。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一场比赛，我们的小将王玉虎究竟能不能踢碎这个丹尼尔·罗伯特的狗头？让我们拭目以待。第一回合马上开始。好的，红方选手我们的腿法高手王玉虎，蓝方选手美国地下拳王丹尼尔·罗伯特。那么双方在一开始也是进入了一个试探环节。别看这个丹尼尔·罗伯特啊，赛前能发出这种无耻言论，但是这个人呢，打拳还是很稳的。马祖是那个泰拳的这个世界冠军，所以他的这个膝或者是的，他的膝肌啊，可以说詹马杜呢。好的，回身踢，我们的王玉虎腿法高手，可以看到也是频繁的用腿。那么可能有的观众会觉得他是不是用腿高手，这个拳就不犀利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想多了，这个王玉虎的拳也是很凶狠的。双方也是在蓝边进行了一个缠斗，我们王玉虎的力量很大啊！哎呦，这一击直击头部。虽然这个丹尼尔·罗伯特的身形数据比我们的王玉虎更占优，但是可以看到面对我们王玉虎的进攻也是显得有一些束手无策。詹马杜能不能顶过这一轮的压力？你就看这个王玉虎的右手的后手重拳，是吧？很具有穿透力，他这个拳法很具有穿透力。冲的真猛啊，王玉虎！那么我们的玉虎呢，也是有一个一般人没有拥有的天赋，就是非常擅长打断别人的节奏，通过各种各样的他这个及时反应。观众朋友们，就连邱建良也是得边打边思考，所以才说拳伤很高。而我们的王玉虎可以说是天赋异禀。一般速度比较快，但是泰拳手一般都慢热。对，那这个时候王玉虎还要考虑的就是会不会这个詹马杜尔这个发出来这个后劲儿，如果说是随着比赛的进行后劲儿出来，自己也要小心。看马祖一贴身马上就膝就上来了。可以看到啊，这个罗伯特·丹尼尔下手很黑很脏，这是一种非常消极的打法，搂抱然后起膝，他这是有动作的。这是一种消极防守。看场上裁判这个庞洪刀要给他警告了，怎么样？是吧？他不是说是看的很准，更加激烈，双方更加主动。王玉虎以侧踹进行王玉虎今天打得非常漂亮，拳也很准。我看到詹马杜尔呢，罗伯特·丹尼尔也是有一些难受，自己这个进攻在我们的王玉虎面前是有些难以施展，这种比赛打得会很憋气。第一次打昆仑决，打这个每局3分钟要打3个回合。是的，他打锦标赛虽然是这个是得分制，但是那个2局可以说我知道前2局我赢了，第3局就不用打了。是的。那这样的话呢，擅长泰拳的詹马杜尔呢，如果说是随着比赛的进行，有的这种后发力的这种情况，对于王玉虎呢也是不利。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让我们来看一下回放。罗伯特·丹尼尔也是没有想到被我们的王玉虎这个疯狂进攻彻底打乱了自己的节奏虽然说第一回合打得很猛，但是王玉虎的这个进攻也是让他有一些防守不及。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回合，我们的王玉虎能否继续再接再厉，扩大这种优势。好，第2局比赛开始了。然后看一下第2回合，王玉虎詹马祖尔也采取进攻了。他知道第1局输掉了。实际马祖尔采取这种近身战术，这个王玉虎就不好打。他这贴身那种战术他不好打。对，但这个王玉虎可以用正腿或者侧踹腿。第2回合，丹尼尔·罗伯特的进攻明显是开始放缓，有一些后继乏力了。在第1回合当中呢，王玉虎也是2到3次的侧踹腿。之所以到第2回合开始，这个王玉虎采用这种战术和打法，就是体能有些问题。
王一虎是有优势的，就怕打这种近战，缠到打近战他就不稳了。对。王一虎也是找到了自己的战术，在第2回合疯狂的跟这个罗伯特打这个近身。他的这种技战术跟他之前的比赛呢也有所调整。之前的比赛呢是跟安迪苏瓦呢是非常的像，就是以左右的平勾、击斧勾拳，皆以低扫踢。那这场比赛他出的这个直线的拳法，现在王一虎回合这种开局，我们没想到原因就是体能下降太厉害。第1回合出的太猛，太猛了。他现在。好的，这回轮到我们的王一虎开始发力，也是想打一些短平快的组合拳，这对于我们的王一虎来说也是非常的有利。一番一番的压力啊，确实在第2回合看能不能在体能上盯下来。他要用腿法控制距离，不要近身。那么在这个比赛之间，我和王一虎也经过聊天，他说我们现在山东队打完冠军赛和锦标赛之后，现在在这段日子。我觉得王一虎很有可能在打完这一段时间的近身之后，转为用自己的腿部进攻。可能有的观众朋友等着急了，这个腿法高手怎么不频繁用腿啊？您别着急，这个腿得是关键时候才能出。那么在小时候呢，王一虎也是经常的练自己这个腿嘛，劈柴拿腿夸嗒夸嗒从上往下这么劈，也是每天去练啊。据说他这个腿风一扫出去2米之内。一扫出去，这个蜡烛就能灭了。这也是昆仑决的这个比赛特征，他希望比赛对抗性更激烈一点，大家都很主动，然后防止搂抱和纠缠，是这样的，也适合电视观众的运动观看。这个时候，詹马座呢已经是找回了自己的节奏。对于王一虎来说，如果是跟詹马座玩这样的节奏的话，对自己非常的不利。他不是想玩这种节奏，他是没体能。因为第一次打昆仑决，他不知道这3局3回合怎么打，我分配体能是不会的。昆仑决这个激烈的，他要对体能有保证。王一虎也是打出了一些火气啊！这个丹尼尔·罗伯特太喜欢搂抱了。现在王一虎只能靠他这个右手的后手正拳了，别的没有任何招数。但这个后手之前打的就不如第1局有穿透力，人家距离有时候不高。这就是典型的体能下降一个征兆。哎呦，双方这个体能下降的很厉害，不过没有关系。第2回合比赛正式结束。那么刚才看到这个玉虎这个状态啊，可能是不太好，确实需要休息一下。让我们来看一下第2回合的回放。那么在第2回合，丹尼尔这个进攻和打法还是有一些耍无赖的啊，不愧是这个地下拳王，打黑赛的手都这么脏。那么我觉得在第3回合，我们的郑兆玉在恢复体能之后，应该是要考虑使用自己这个腿部进攻了。他这个优势还是要比丹尼尔要大的。第3回合实际上对双方体能都是一个考验，特别是对王玉虎。是的，第3回合王玉虎的开场呢也是非常积极，但是不知道他究竟的体能能否把这种节奏延续到比赛的最后。很显然，丹尼尔想扩大自己的体能优势开始疯狂的跟我们的王一虎打一个近身，想消耗我们玉虎的体能。哎呦，看到又是搂抱，只要你进攻很强，马上搂抱。发挥挺好，这是他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造成的，就是他体能下降。这是第二，他的拳指组合没有任何的节奏，是吧？现在是。那这一点的话，就是像荷兰那些运动员之类的，我觉得他们是全部3个。好的，我们的王一虎也是开始使用自己的腿部进攻了。这个高扫踢得很高，力量很强，也是踢的这个丹尼尔是一踉跄一踉跄的啊。但他不是完全用侧腿踢一种攻击对手，不是。你看现在这个反而看这个这个还比他用这种方式是体能是下降挺大的。你看，但是他的迎击拳还比较准，找回自己状态，到第3回合完全控制王一虎。非常漂亮，这个时候丹尼尔的体能也是有一些消耗殆尽。哎呦，漂亮！这一记高扫这么迅猛，丹尼尔是直接有一些发懵了啊！可以看到裁判也是在读秒。哎呦，小伙子真是厉害，抗击打能力不错，再次站了起来。非常罕见的侧踢直接打倒，这时候王一虎绝对不会给你机会，一定要用后手重拳，右手后手重拳打进去，又是一轮的火拼双方拼拳，看谁能。这是一个戏剧性的一种场面，在场面占优情况，突然王一虎一个又高扫，突然高扫一个上头，给对方打倒，场上裁判给他扣2分，这个成绩就奠定他的
好的，又是一记高抬腿，这个正蹬踢得很有力量啊！我相信这场比赛的胜利一定是归于我们的王玉虎啊！罗伯特确实也扛造化啊，这已经是第2次被击倒。第2次，对，回合麻醉没5秒，对，这比赛没悬念，这比赛就没悬念了，打得非常好。 2次强毒3分没了，对不对？尽管第2局肯定是4罚跟着马祖尔赢了，但是第3回合很明显啊，这个丹尼尔·罗伯，哎呦，漂亮漂亮！第3次击倒，已经是将这个丹尼尔的鼻子呀干出血了，非常的凶，不愧是我们的腿法高手王玉虎，让我们恭喜我们的玉虎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防守的这种机会，抓住机会，连续3次击倒詹马顿，而罕见的 KO 的方式，是在不被看好的情况，第3回合冷招，你说冷招吧，又是中国的职业腿法，吃带腿上头，看。这一场比赛真的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我们的王玉虎也是在前2个回合进退有据，在第3回合找到节奏，锁定战机。仅用3脚就 KO 了这个嚣张跋扈的美国佬丹尼尔·罗伯特。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再次恭喜我们的王玉虎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而且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